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就是在中东这边，国际原子能总署11月20号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那这个决议呢是要求伊朗合作，提供来这个武器级浓缩铀的库存量啊，还有就是要同意 IAEA 的专家进入核设施来进行检查。但是呢，遭到了拒绝啊。伊朗外长他特别说呢，针对 IAEA 所发布反伊朗决议。伊朗宣布跟 IAEA 之前合作这个开罗协议呢不再有效了。那伊朗呢，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更表示说，伊朗认为现在在伊朗这边中东的冲突会随时爆发，但是他们已经提高了战备水平。伊朗的国防部长也宣称，伊朗的武器产量跟品质都比6月份那时候的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战争之前大幅提升，能够一次对以色列发动2000枚飞弹的饱和攻击。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这个中东的战火又好像要一触即发啊？因为先从伊朗宣布说之前跟 IAEA 的这个开罗协议是失效了，大家也会担心的是有没有可能变成下一波以伊战争的导火线？大使。当然有可能啦，可是可能不会立即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啦，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关键就是说 IAEA 对伊朗的核设施的监管到达什么程度？那显然是欧美国家不满目前这个伊朗跟 IAEA 之间的这个开罗协议。开罗协议是今年9月签的，是。那伊朗是原则上同意 IAEA 对伊朗的核设施各种核设施进行监管。可是呢，可能目前开放这个双方合作程度还没有到说你要提供武器级浓缩铀库存量，因为伊朗不承认它有武器级，有核缩铀库存。那你等于说你还没有确认伊朗是不是有武器级的核浓缩铀的库存量，对，你就先说你要把这个交出来。就已经认定人家在，他就认定了，因为伊朗他虽然说我现在的这个战备能力比较强，可是伊朗还是对外还说我没有在发展核武，对他指的是传统武器啊，对，我讲的是传统，我没有要发展核武，所以对这个问题的话，就伊朗他一怒之下，他就回来说，那我那个开罗协议9月签的开罗协议那我就作废了。那开罗协议其实是伊朗返回跟这个国际原子能所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可是西方国家就等不及，所以一个你要什么武器级的存量拿出来，然后呢 IAEA 专家进入核设施检查，其实开罗协议应该也是有核设施检查，可是就是说不是武器级进入哪一些核设施，进入的程度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争议。不过这一场在 IAEA 的这个投票里面，事实上有10几个国家都弃权。认为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反对票，那可是最后还是欧美国家的这个票数居多，是通过了这是在 IAEA 里面，它不是在安理会的讨论它是在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里面的这个一个决议案。那其实就是说6月22号，今年6月20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的时候，那个时候 IAEA 就跟美国说，我们都在现场看没有什么武器级的核浓缩铀对不对？那美国不听，美国人说你们这个 IAEA 你们这些没有尽责，就直接轰炸。所以当时事实上，国际原子能总署在6月美国轰炸这个6月20号美国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前，他们跟伊朗合作关系是很好的。那伊朗就是说它的浓缩铀的丰度也没有到达武器级。那所以呢，它只是它的那个就是说提炼设施不断在增加。那可是呢，几个重敏感的这个核设施的这个设备IAEA 都有专家在现场，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不晓得美国跟这个欧洲国家到底对伊朗是要采取一个什么的作为？对，那是不是他们也没有说他今天已经有足够的这个证据显示，那么已经这个伊朗已经有这个武器级的浓缩铀，因为这个丰度要几乎到90%是非常的高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这样一做的话，那就会提升伊朗跟以色列之间跟尤其美国这些国家的这些矛盾。对，所以现在美国现在也在似乎在预备这个态势，如果万一发展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该怎么办这个礼拜在中东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呢和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萨尔曼他们签署了美沙国防战略协议。
这个协议当中呢，就大家讲好了，就是呢，沙国呢将会对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而且呢是要向美国采购 F-35战机，还有将近300辆的 M1A2 艾布兰战车。那么美国军事媒体Breaking Defense 更是爆料说，沙特阿拉伯呢还会购买130架 MQ-9B 无人机，还有200架的 Gambit 这个中程僚机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采购清单呢，一大堆都是武器。美国突然对沙特阿拉伯大卖军火的背后考量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说，也是在防伊朗，还是在做整个中东的布局战略呢？袁老师，当然啦，如果说他这个要去做一个中东一个战略部队，那当然是要给他武装嘛。武装呢，其实就是要去遂行他的一个地缘安全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工具或是一个途径啦。那你想，我刚刚看到说他要卖给他这个F-35那这其实美国是不卖给台湾的。我们知道是非常，他现在卖的几个是主要他的盟国，包括日本、韩国还有澳洲、英国、意大利等包括是以色列等等。其实它具备了这个空优跟对地，还有它这个雷达、电子战跟侦察能力然后呢，它是第5代的战机，所以我想卖到这个部分呢，它就显而易见的，它对这个对中东这个部分呢，就是对沙特阿拉伯也是存在的一种转折因为以前长期以来他都是去武装以色列嘛，那现在呢要去做这个对就是美沙的一个防务跟一个投资协议的结合那当然啦，他就会让这个沙特阿拉伯呢是从买家变成更具实力、更具自主力的军事玩家，也是等于说他的桥头堡。对，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毕竟中东它长期在去这个建设这个以色列，但是如果他现在也能在沙国里面呢，那当然了，他就是会除了这个去武装它之外，还有怎么样？它就是做一个军事经济的链条，因为6000亿美金军事跟产业的一个链条的一个结合。那因此呢，这值得去关注那所以呢，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会造成一个战略这个局势的变化，因为呢我想。这次沙国的一个军事采购呢，就是也不是纯粹是为了军事的武器的一个买卖嘛，而是一种怎么样？一种合成战力的一个完整因为你看刚才又有战车，又有军机等等这些一个地面、空中跟无人一个系统，那这样加强起来呢，然后又要自主去投资联美的能力所以我想它的布局是非常就是呼应到川普现在所要做的。他是要建设一个国防工业，也等于说把他这个经济安保跟军事安保把它绑在一起。所以我想在这个此时此刻呢，我们更能够看出川普呢对地缘政治、对他的一个地缘的一个安全的联防呢，其实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OK， 所以除了卖武器之外呢，顺便去做好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布局尤其在这边的这个地缘整个战略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动一法而牵一发而动全身。那《华尔街日报》也提出警告，他说，根据五角大厦的情资报告美国官员很担心，为什么呢？他们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把 F-35卖给了沙特阿拉伯，那么相关 F-35的技术呢，可能会因为中国大陆在中东的间谍活动，或者是中沙两国之间有一个安全伙伴关系而泄密了，怎么办呢？好，以色列官员也很担心就是向沙特阿拉伯出售 F-35战机，会把土耳其这些国家的大门打开。为什么？因为土耳其呢以后也想买 F-35，那你卖不卖呢？好，那这样的话呢，会进而削弱这个以色列的优势让以色列的 F-35战机呢面临更大的风险。本来只有以色列有 F-35，现在沙特阿拉伯有了，那以后其他国家要比照办理。所以怎么看美国这一笔这个军务买卖，绝对不是只是说卖武器这么单纯就是账面上的金额它背后有很多算计的。林老师，我觉得其实我看起来蛮单纯的，就是会卖嘛，会慢慢卖嘛。就赚钱嘛。早期的时候，20年前会卖 F-16给我们，不会嘛？现在会嘛？35现在会慢慢卖嘛，因为35越来越差嘛。虽然现在全世界报道这个 Military Power 报道说，全世界最强的5代战就 F-35，第二苏凯57，第三什么歼20等等。我跟你讲，它现在已经也慢慢会不行了，因为 F-35ABC 有没有西式舰载的有没有？对，它从9000多万到1.2亿。我跟你讲，它最棒的3种性能，第一个叫隐形现身，隐形嘛设计；第二个呢是它的先进的感测；第三个呢是电子的作战能力。但它有很大的限制，它能够装载的弹量是有限的，各位去了解一下。现在一个很重要，就是它隐形现身，甚至中国在前一阵子已经把它现身了，隐形的问题被现身，
你知道它已经开始有缺点，它不能隐形。我要告诉你是，它已经有点问题了。虽然它还在秀35，因为他觉得要快点开始找出路，要不然太多 stock 会有问题。而且以后稀土控制住，它的35也不一定做很好。现在是要研究第6代战机。中国以前啊，在华为开始搞6G、5G 的时候，那时候还是4G 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看未来。现在成都的成歼36。6代战机已经试飞成功，是，而且省歼50都已经在做。美国在这里积极营要做，当然他也怕，为什么川普会越来越低头？他拿不到稀土，又拿不到其他东西，会担心。现在所谓的相关这个技术在哪里？我真的好奇啦，或许有一些。我觉得美国在战机这个部分哈，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已经非常丰富，美国已经空洞化这个之下，美国的制造业是在1940年12月29宣布了一个民主兵工厂起来的，在那个时候呢，支援了全世界的战力兵力，才有了今天。现在它制造业空洞化了，他会怕。我现在要讲的是，美国还是靠自身利益啦。这个一个很奇怪地缘政治，美国跟以色列这么好，对不对？跟父子一样。中国跟沙特阿拉伯还有所谓的这个安全伙伴关系，怎么会迈过去呢？因为他已经觉得这已经可能不是最重要。虽然大家都还说他是第一最棒的世界第一，我要讲的是他们都在看未来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川普的个性嘛，他重商的个性，这个一卖下去不得了，多少钱？当然划得来。第一个从经济角度划，这从技术角度他觉得还好，有一些技术，但不至于他真的很重要的技术，他还是会后租的。这是我所看到美国现在所做的动作。对，所以其实说穿了就是各取所需哈。美国要他要的，沙特阿拉伯得到他想得到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一场航展啊，这是2025杜拜航展，11月17号到21号举行，但是在最后一天却不幸的发生了意外的坠机事故。这是一架印度空军参加这个特技展示的光辉战机啊，这是光辉战机，其实是印度的国产啊自制化的战机，发生了坠毁的意外。而从现场呢，大家所拍到的影片画面研判，这个飞行员在最后一刻仍然试图要把飞机给拉起来，而且他没有弹跳逃生啊，最后是不幸殉职。光辉战机是印度自主研发的4代半的轻型战机，那从1984年就开始启动计划，经过了41年的研发，才在今年2025 10月完成首飞，可以说是印度国防工业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但是历经41年才研发，而且刚刚完成的这个光辉战机呢，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杜拜航展当中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其实，在航展期间呢，就已经有新闻报道说这个飞机有油料外泄的问题啊，不过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一些具体的说明啊。第一，我想问，对印度国防的工业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文佳老师。第二个，研发41年这么久啊，看得出来，其实印度一直想要让他们的战机国产化，但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的确啊，其实这个光辉的战机啊，是他们印度的国产象征的一个意义哦。然后其实也大过它的纯军事价值啊。来这个看这部分，因为其实他为什么研发这个东西呢？40年前，他是认为说他取代了这个印度空军他长期使用的米格21哦，这是非常老旧的一个比老母鸡的一个战机哦。那因此呢，他经过这个41年的一个研发，结果在这个所谓试航的时候就不幸就是坠落嘛哈。那当然啦。就是在一个象征意义上到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反思哦，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是在自主这个军工战略里面一个重大警讯哦，它也要提醒印度政府哦，其实自主研发固然重要，但是品质，一直品质最重要，还有可靠性，还有交付时间，还有国际信任呢，都是不可忽略的。那他为了要去，我是这么认为，他为了去自主而自主哦，他忽略了这个品质。也忽略了可靠度，而忽略了交付时间表，可能急着要去交付，可能要去趁这个时候赶快来展出，还有国际的信任。因为一个战机出来，可能包括民航机跟军航机都是要国际的信任嘛。如果它这样一下就砸锅了，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它的国际信任度就降低，也是会影响到它的销路。人家说印度阿三嘛，对，不就这样来的吗？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是印度它要痛定思痛去处理哦。那好。特别提到是为什么光辉它发展要漫长呢？因为其实本身呢，印度从以前到现在，并不是设计这个空战机，并不是它的专长，也不是它的专业，而且它为了要自主，它
其实都就这样闭门造车嘛。闭门造车的结果就是说，可能在这个整个性能上，当比不上美国啊，比不上中国，比不上这个俄罗斯等等那当然啦，这计划它本来是说要在很最近的马上要量产了，但是呢，它又却这个受限了我这样几个因素，当然是它的技术门槛高，这个战机的门槛是高，尤其引擎一般我们引擎是能做，为什么台湾的现在有些什么这个不管汽车啊，不管一些为什么没办法发展这个是引擎，就是它那个发动机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它的资源很分散，因为它有几个公司去共同去组装的。然后第三个是它的这个协作的一个链条啊，因为这是一个产业链嘛，链条很长那必须从概念到服役，其实从概念开始到服役这期间尤其还没服役就坠机了嘛。对，那显而易见呢，这个东西虽然能够在国际上亮相，但是一亮相就出洋相我觉得这个对印度而言其实是一个对他们的警讯，就是国防自主化进程呢，其实仍存在重大的风险跟所谓的不可靠性。对，这个坠机意外确实很不幸不过也是看到说这个飞行员在最后一刻，他仍然是希望把这个飞机能够救得回来不过还是不幸殉职。好，在这个杜拜航展，因为每一次在国际上的重大航展，其实也是各家的不管是商用客机也好，或者刚刚提到的战机也好，军武方面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当然这次也看到了中国商飞在开幕当天呢，就展示了他们打造机型家族的雄心壮志因为在现场呢就看到中国大陆呢这边展出了采用164座3舱布局的 C919 飞机，还有呢 C909 公务机。其中呢这个 C909是中国大陆第一款投入商业生产的喷气式客机。那目前呢已经向国内外的客户有交付超过170架的这个量。还有呢，中国商飞也重点介绍了 C919的加长版计划，预估这个加长版呢可以容纳210名的乘客，目标锁定的就是他们对手就是对标的就是 A321neo， 还有波音，就是空巴的这个 A321neo， 另外就是波音即将推出的737 MAX 10现在这个对于这个竞争对手加入呢，空巴这边呢，他们的执行官呢，把 C919他说这是现实存在的竞争对手波音的首席执行官呢是表示欢迎对手加入，也宣称呢整个竞争对行业来说呢是一件好事情聂老师，这次当然看到 C919在杜拜的航展，所以可以说是中东的首秀当然大家也都看到了。那就会看到这个客机未来有没有市场那您觉得 C919有办法成功的打开这个波湾国家市场吗？怎么样打开？还有就是他们的出口对于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也必须要解决经济的问题它的注意会是如何？OK， 这是谈民用就跟军事就不会那么敏感那么紧张。基本上 C909卖了不少，这公务机。C919呢，其实在2017年首飞的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那时候写了一些文章。因为 C919出来的时候呢，受到很大的抨击，就是美国飞安这个组织以及欧洲飞安都停不让它进，也不让它飞国际。为什么？他说中国制造就有风险性。可是他们公布出了他们一些设计出来的一种他们都要号称零风险嘛，你这飞机就是要零风险，他不可能有完整的零，一定是0.000多少万多少万分几0.多少，他已经公布出一个是比国际所有的防空飞机还要失事率很低的一个数据出去，可是大家还是不能接受。可你知道，他从2017年服役之后，2022年开始起飞，到现在没有出事，就是这个可以带210人客人的这个民航机，其实它有它。我还是一句话，中国的制造业是丰富所打造出来一个完整的一种座机。这种民航机有它的未来，好，可是它有它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技术或一些东西，像刚才我们文家讲到一个叫引擎发动机 generator， 它要靠美国它还是要靠美国，你知道吗？美国那个 CFM 国际这个 LEAP 这个公司它不给你知道吗？它5月不就是暂停了？结果后来当又解除，为什么要解除？因为这两边谈，这还属于经济问题，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假设中国有了底气，不管在企图或怎么样跟美国谈判，他还是会放。所以在这也就是这属于民用的部分呢，就像之前稀土不是也会放给福特汽车，已经都快倒厂了，还是会给他民用的。所以这属于民用，就不会好像就会有被勒到角落，让你起不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有未来在波斯湾打出市场的可能性是非常有的，因为它只要当然它的安全系数必须是他自己讲的是这么的安全。你讲飞机要干嘛？就是第一个，当速度你要多快不可能，就是已经够快了，但是
安是最重要的。对啊，飞安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引擎在这个国际交换它能拿到的时候，它就能量产。它现在产的也不多了，它现在只有本土这3个航空嘛，这个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3家用，它也不会用了10几架。它现在已经在今年10月底嘛，就现在才33架。今天因为它之前有被人家限收，包括这个今天刚讲引擎这个问题，将来它如果这个能够身体生产，再加上它现在我们讲基建狂魔这种国家，制造业这么丰实，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市场打开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就会看这个全球市场一向都是双霸所占领哈，就是说空巴一个是波音啊，现在就加入了中国大陆的 C919之后呢，在未来的这个整个版图啊会如何的改变呢？大使觉得？那我觉得这个 C919它只要累积一定的这个飞航的安全数据以后啊，那它就比较可能获得这些两大这些标准制造、标准制定者的国家的这个跟国家地区的一个适航证的给予。对，那一般说起来，欧盟可能会比较先给。那不过这个飞机事实上你不是那种所谓的洲际航线使用的，它是所谓中短程的。是中程的啦，大概飞4500到5000公里，它没有办法飞到更长的距离，那所以它是这种城际间的，或者你大国国内之间航线使用的，所以这个飞机一出来以后，事实上中国3家航空公司买了很多架，100多架，订单非常的多，可是问题现在其实 C919的产能还没上来，你今天获得大量订单，它也没有办法交货，那为什么它这个飞机它要慢慢的累积它的安全数据以后啊，然后它要得到欧盟的适航证，要得到美国的适航证，对，那其他国家就会跟进，因为美国跟欧盟的适航证的发放的这个标准是各国依据这个判断这个飞机的安全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国际因素参考的数据，所以呢，它也可以在一些国家进行突破，比如说这个 C909，事实上已经进入商业营运蛮长一段时间了。它现在打破2个国家，一个文莱，一个印尼都已经买了。那文莱跟印尼它就是在国内航线，它也不飞国际航线，对，所以它就够用了。那将来就